丈夫以公婆忙碌为由，让我辞职在家照顾女儿。女儿3岁时，他就突然提了离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在外面早就有人了，扑到3岁才离婚，只是为了抢抚养权。我没有工作，抢不到抚养权，魂不守舍出了车祸。在睁眼，我重生回了女儿出生的这天，在女儿的啼哭声中，我醒了过来。老公程维正小心翼翼地抱着女儿，整个人乐开了花。我冷冷地盯着他，胸腔不断有恨意翻滚。前世，女儿陈盘盘出生后，他以女儿为人照顾为由，让我辞去国企的工作，专心在家待晚。好不容易把盼盼拉扯到3岁，我总算能松口气，他却突然提了离婚。他说他的下属王小丽怀了他的儿子，让我早点给他腾地方。我怒火中烧，立马带着女儿搬了出去。他却一直诉状，将我告上法庭起诉离婚。我没有工作，而他又刚刚升职，前途一片大好，法院自然将盼盼的抚养权判给了他。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哭着喊着被陈伟拉走，我心如刀绞，魂不守舍地走出法院大门，却被一辆货车撞飞了出去。还没来得及送去医院，我就没了呼吸。我无父无母，看在四季无义的份上，陈伟以丈夫的身份出具了谅解书。等我死后才知道，司机是王小丽找来的，为了是防止我分走陈美的婚内财产。后来陈伟把盼盼的抚养权抢走，却没有善待她，吃不饱穿不暖，从小就要洗衣做饭照顾弟弟。陈伟宁愿看着她饿着肚子，也不给她任何零用钱。上初中，别人家的孩子都面色红润，而盼盼面黄肌瘦的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初中毕业就被王小丽送去的技校，毕业后去流水线上做承办，挣的钱还要全部上交给她。等过了18岁，陈伟把她卖给了老家村里的一个光棍，收了笔彩礼，就让她自生自灭了。想到这，心脏泛起细细密密的疼痛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让我喘不上气。好在老天有眼，让我重生了回来。这一时，我定会护盼盼衣食周全。那边的陈伟还在还天洗地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道：陈伟，我们找个时间去把婚离了吧。他先是一愣，随即倏地拔高声音：谢婉，你又发什么神经呢？从前每他露出蛛丝马迹，我质问他时，他喊得比谁声音都大，被他这么一喊，我就是在理也成了不占理的了。重活一世，我才明白，他哪是嗓门大，分明就是心虚。他声音大，我声音比他喊得更大。我扬声道：你在外面做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推慌过时间，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和王小丽搞上了。隔壁床有几个脑袋探出来，陈伟脸红到了耳根，声音都失了些底气。我做什么了？你瞎说什么呢？你在外面的事，别人都跟我说了。我轻斥声，不急不慢道：之前怀孕怕动了胎气，我一直没跟你计较，现在还在生了，我们这账也该算一算了。谁跟你说的？他脸色降了降，有些心虚的瞥了我一眼，似乎在想着怎么解释。啪！突然间，婆婆冲进来，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她把大包小包随意丢到地上，指着我，声音尖利道：细婉，你发什么疯呢？刚生完孩子就提离婚，是外边有人了吧？上辈子婆婆就帮着陈伟一起欺负我，直到死我才知道，他们一家子一直把我当傻子似的，蒙在鼓里，甚至王小丽生孩子还是她照顾的月子。这死老太婆，我捏紧拳头，想到上辈子的事，我忍无可忍，怒气上头，一巴掌狠狠扇在了她脸上。我没收力道，她一下被打偏了头去，连扎头的皮筋都甩飞了出去，空气里安静离瞬，婆婆彻底愣住了。趁她没反应过来，我先生夺人，当即红了眼眶。那女的20刚出头，外地人，来你们单位不到1年时间，陈累，还要我说再详细些吗？我又看向婆婆，人家都说帮理不帮亲，妈你这不分青红皂白就污蔑我外面有人，可太过分了。平时打我骂我，我也就忍了，可你儿子都出轨了，我也刚生完孩子，还要被你打，这说出去，谁不说你们过分？分味到了，周围的人也跟着开始指指点点，活不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气得破口大骂。我探把以前什么时候打过你，小婊子满嘴喷粪，他被身后的几个人拉着，没法这么拖开来，不然早冲过来揍我了。门口去了不少病人和家属，厂房里多的是闲得没事做的人，大家在医院无聊得很，听见动静，恨不得抓把瓜子在这看热闹呢。我抹了把泪，深吸一口气道：我眼里揉不得沙子，趁着孩子还小，不济事，我们赶紧把婚离吧。陈维干大的整张脸都红了，他乐乐道：不是，妈，都是误会，是单位是来了个小姑娘，可我们什么事也没有。那你敢把手机给我看看吧，我直都忘了他，之前我从不看他手机，所以他的聊天记录压根没想过要删。一旁的人也高声附和，对呀，要是心里没鬼，把手机给你媳妇看看呗，不太好吧？陈伟压根不敢抬头看在场的人，他耷落着脑袋，眼神躲闪的将手机往身后收了些，有些支支吾吾的，没什么好看的，都是些工作，无聊得很。见陈伟支是死样子，当妈的就算再愚钝，也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了，头坏呵呵的2声，态度明显软了下来。他拉起我的手，温声说：小婉，你说这是估计就是误会，这样妈回去后替你教训教训他，以后你们俩好好过日子，过几年你再努力，给他生个大胖小子，彻底把他的心收拢住。他又焦急地推了一把陈伟，快，你自己跟你媳妇说。我冷嗤一声，甩开他的手，离婚，这是没商量。谢婉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耐心道：我恨的人就是普通同事，你不信的话，要不我把他叫来当面对质。当面对质，我发现了白眼，哪个小三会承认自己是小三？你们是头脑太简单，还是把我想的太简单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娃娃可不能生下来就没妈呀！婆婆痛心疾首，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他不离婚，并不是对我还有感情，
而是这孩子连户口还没有上，我又是不如妻，别说是抚养权抢不过我，就是这姓氏，恐怕都不一定随父行了。我沉思片刻，缓缓道，我要陈伟给我写一个承诺书，若是被我发现出轨，不仅立刻和我离婚，陈伟还必须净身出户。这陈伟有些为难的看了他妈一眼，房子是我爸妈买的，怎么能分给你？我计较出声，如果真如你说的，你在外面什么事也没有，那这点保证不难吧？你要一点是没有，那就写呗。围观的人出声，对呀，写的这是不是就过去了吗？有什么难的？周围的人七嘴八舌讨论开，陈伟面红耳赤，他绞着手指头，坐立难安。周围人的话语像把他的衣服扒光了，又架在火上烤。婆婆暗中掐了他一把，又使了个眼色，就写呗。他说你外面有人，也要眼见为实才行，只要没亲眼见到，那些风言风语不算什么。他的意思很明显，只有我将他堵在床上，这协议才算生效。而我刚生产完，又是坐月子，又要照顾孩子的，比如说是捉奸，恐怕连充分的时间都没有。行，自己妈都这么说了，他也屈服下来，咬牙刀，我写。他在单位做文字工作的，写起东西来的心应手，很快，一封承诺函就写好了。我拿起来读了2遍，没问题后，又朝众人扬一扬，大家帮我一起做见证。如果真被我发现了，他在外面有什么，或者你们见到了，那请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到时候我离了婚，请大家吃喜糖。围观的人很快就散了，我给宝宝办了出生证明，随我姓，又以最快速度在医院附近租了个房子，打算出了院就先搬过去。婆婆看着出生证明上的名字，怒不可遏，你是不是想让他跟你家姓，才想这么一出？我笑了笑，乔丁这话说的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要是陈伟真没问题，我自然会给他改姓陈。早上这么一闹，医院有不少双眼睛都盯着，他也不敢再找我麻烦，倒是陈伟竟然一改前态，是无居息的招不起我和宝宝来。出院后，他跟我一起搬进了出租屋内，还大包大揽承担了所有家务。若是在前世，我还真以为自己误会他了，可现在我知道，他想把女儿抢走，无非是打算给儿子赚一笔彩礼钱，反正在他看来，他迟早会有儿子，就算我不生，他也会找别人生。趁他在厨房里忙活时，我打开了他手机的定位功能，15天的陪产假，他倒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就是连买菜都是网上预约，从不出门，可陪产假结束，他要去上班了。前世他提出离婚时，我才知道他们单位周2下午会放假半天，而这半天就是他和王小丽的约会时间。他上班的第一天便是周2，我盯着手机里的定位，看着他回到了婚房里，干柴烈火，几天不见，真是等不了一点。他回了婚房有半小时的时候，我拨通了中介电话，家里好长时间没住人了，脏得很，帮我找3个保级，逼可能上门的那种。中间问我要什么样的，我回复爱八卦的，嗓门大的，哪头愣，随即回复没问题，马上安排到位。等保洁阿姨到了楼下，打电话问我钥匙放在哪时，我一拍脑袋，哎呀，我光顾找忙孩子，还真不记得了，要不你去物业问问他那边应该有认识的开锁师傅。正麻烦，阿姨嘀咕，电话没挂，我听见他去物业叫了人，物业经理又带着开锁师傅，一闲人风风火火的朝家里赶去。我盯着定位，此时陈伟在卧室已经待了20分钟了，他大一声，门被人打开了，3个保洁走进去，打开了窗户，又转开了所有房间的门。陈伟没想到这时候会有人来，压根就没锁门，他们正在信筒上，猛地被冲进去的爱吓得魂飞魄散。你们谁呀？王小丽撕破天的尖叫声响起，陈伟吓呆了，猛地跳到地上的闷响声，混杂着他又慌又恼的叫声传来，你们什么人啊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赶紧出去，再不出去我就报警了。3个保洁阿姨一见这场面，眼冒绿光，当即拿出手机对这2人一通拍，那保洁阿姨开的免提，亮着嗓门大喊起来，谢女士，不得了了，有对狗男女在你家乱搞呢，你快过来看看啊。就连物业本来开了锁都往回走了，也被这声音吸引着折返回来。陈伟气急败坏，上前就要抢手机，可他还没来得及穿裤子，对保洁阿姨灵活的躲开，手机没抢到，他倒是光着屁股跌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。保洁阿姨见这架势，瞬间跟打着鸡血似的，眼中金光四射，拿出手机给他全方位无死角的拍了照片。陈伟又羞又臊，整个人红得像只煮熟的虾子，他捂住关键部位，伸手打算先把衣服够过来，却被眼疾手快的阿姨一把夺过去，从楼上扔了下去。另一个阿姨所幸微信群里开了视频聊天，她后视镜对着陈伟，操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，在群里喊话，姐妹们快看哦，有人背着老婆家里乱搞哦，衣服都搞没了哟。陈伟气恼大叫，别拍了，快别拍了，你把手机给我，我给你钱，给钱。阿姨闻言一顿，给多少？陈伟跟他爸一个单位，不过他爸是处级，他是编外岗，每个月就3、4千块工资，就图个钱少是少了一家境，再加上他要养王小丽，所以这些年他身上没什么钱，都是靠我的工资养家。陈理听阿姨这么说，以为有了希望，顿时喜出望外，3千块，我给你3000块，3千块可是他大半个月的工资呢，他以为给这么多一定够了，谁知阿姨冷笑一声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，我收了你钱，你转头再告我个诈骗，那我不得冤死。陈伟连绿的又绿，那你说你想要什么？阿姨啐了他一口，我要让你老婆看看你这副丑样，托阿姨的福，门口已经被人里3层外3层的堵流水泄不通，见我过来，众人纷纷避让开了一条道，我几乎是畅通无阻的冲进去，一进去便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好啊陈伟，你跟我说去上班，结果在这搞上了，你对得起我，对得起孩子吗？陈伟狼狈的躲在窗帘后面，用不着着身体，一边慌乱道，不是的谢婉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完全就是昏头了，我可能是喝多了，认错人了。我悲愤欲绝，险些站不稳，
认错人，我们俩1.7米，一个1.5米，一个长发，一个短发，你跟我说认错了人，你给我出来，藏着掖着的，算什么男人？我扬手，一把将窗帘扯了下来，撕拉一声，陈伟又暴露在了众人的视线下。陈伟涨红的脸，脸上全是屈辱与羞愤，你先把窗帘给我，我斜睨他一眼，啊，他倒是还有点脸，我当没听见，开始捂着脸痛哭，把你妈叫来，我不过了，今天我一定要跟你离婚，老太太就住这附近，电话里听到消息，本来憋了一肚子火，一路小跑过来，打算好好教训我一顿，可谁成想家门口围满了人，他的小火苗顿时熄灭了下去，他脸一阵红一阵白，连帮脱下外套给陈伟披上，又有些不好意思的对着众人道，各位，今天让大家看的笑话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这儿子平时就经常认错人，我都跟他说了戴眼镜，他就是不听，这样我今天一定好好教训他，大家也都挺忙的，今天就先散了吧。认错了人，那这是什么？我伤心欲绝的从口袋里拿出保证书，陈伟，之前就有人和我说你外边有事，可你那回又发誓，又写保证书的，现在被我抓一个现场，还有这么多人看着，你还怎么解释？我装作抓不稳的样子，把保证书抖了几兜，立马被旁边的邻居大神夺了过去。他眼冒金光，火速看完，又给所有人传递了个遍。我颤抖着手，哽咽道：“你求我给你机会，我也同意了。我搬出去就想图个清静，可你倒好，把人直接带回了家里。你叫我怎么办？叫家里逮捕的孩子怎么办？”我声声悲愤的质问，引得身边的邻居对他一顿斥责。我说这家怎么生孩子就搬走了呢？他家还说媳妇不地道，玩去富楼子，合着自己不干不净，还满嘴喷粪的。平时看着老老实实的，哪晓得背地里是这样的，还真是看不出来呢。不是说他工作是他老子安排的吗？一个月就剩3、4千块钱，玩的还挺花，那不是有个有能耐的老子吗？平时他老子那家子端着高高的，谁晓得他儿子竟是这样的。陈伟妈脸一热，1分钟也不想再待下去，拉起陈伟的手就往家里走。不知谁突然高喊了一声：“陈处长来了！”先前人家提到陈处长，大多是巴结讨好的语气，这一次却是实打实的幸灾乐祸。就看见陈伟他爸怒气冲冲的从电梯里出来，抬手朝陈伟一个耳光挥去，不知羞耻的东西，我的老脸都要给你丢尽了。他紧攥在手里的手机里，正放着陈伟被堵在床上的视频，也不知是谁把这视频发到了小区群里。爸，陈伟大惊失色，他平时最害怕的就是他爸，之前他爸总嫌他没出息，同事家的孩子不是读名牌大学，就是被父母送出国，他倒好，学习学不进去，他胆小怕事，死活不愿意出国，最后连高中都没读完就不肯读了，这引得他爸经常对他吹胡子瞪眼。可好在他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他爸也慢慢的想通了，没能力就成欢喜煞，只要不惹事就好。可谁知他不仅惹了事，还惹出了这么大的事。他平时都是高高在上的，哪里这样丢人过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劈头盖脸对陈伟一顿臭骂，出什么东西，老子当初要是知道你这么玩样，当时就该掐死你。陈伟吓得哆嗦，爸，我错了，是我一时滚心窍了，我保证绝对没有以后了，我以后一定和谢婉好好过日子。他爸在气头上，怒视他道，你求我有什么用？你自己和谢婉说，他要是不原谅你，从今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儿子。陈伟吓白了脸，他的钱、工作、燕子都是他爸给的，离了他爸，他什么也不是。他哐哐一下在我面前跪了下来，抱着我的腿就开始痛哭流涕。谢婉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保证从现在开始就跟他断了，这次是他主动的，是他勾引我的，我就是被他骗了，着了道了，我以后绝对不敢了。你放屁！王小丽尖声叫道，你之前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和你在一起，你爸能给我转正，现在倒是我勾引你的了。陈伟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闭嘴！陈伟怒喝一声，又转头哀求，你别听他的，他一个小三，嘴里有几句是真话。我冷冷的撇开脸，被我发现出轨就答应离婚，这可是你答应我的，不要！他挪着膝盖上前2步，紧紧攥着我的衣角。谢婉，这次真是我糊涂了，只要你原谅我，你怎么对我都可以，你想要什么，你说一句，我立马去办。我成为妈也拉着我，语重心长道，是啊，孩子不能没有爸，更不能没有妈，你之前怀着孕，他被外面不三不四的人勾了魂，也算正常，现在孩子生了，他以后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，成不？我眼泛泪花，露出一丝犹豫。陈伟趁热打铁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把我工资卡交给你，以后你管钱，我绝对不说半个不字。陈伟爸也干咳了2声。谢婉，只要这次你肯原谅陈伟，我就把你们这套婚房过后到你名下。哦，又和，这是老铁树开花了。陈伟虽说每个月工资少得可怜，但因为他有个有钱的爹，所以陈伟妈总觉得我高攀的陈伟，平时防我跟防贼似的，现在竟然这么舍得下血本，莫非是陈伟爸最近工作在某个关键期，不能坏了名声？我心里乐开了花，脸上却泛着苦笑。那如果再被我发现一次呢？陈伟眼睛一亮，大概是听出了我话里的松动，他赶忙道，不会了，一定不会了。再发现我二话不说，立马跟你去离婚。松了口，众人也当时看上笑话，很快就散开了。王小丽被陈伟爸斥责了几句，眼红的脸哭着跑了。陈伟爸又撂下几句话，便也走了，多留下陈伟妈和陈伟。陈伟妈像争信地打陈伟几下，又开始埋怨起来，话里话外都在说我的不是。我勾了勾嘴角，却不在意，房子到手了，起码后半辈子我和女儿不至于没地方住。陈伟松了口气，本以为事情过去了，可接下来几天，他在小区里不管走到哪，都有人对他指指点点，他受不了一点，又灰溜溜的搬回了我这出租屋里。可我知道，他快按大不住了，偷了新的男人，有第一次就会无数次。果然，在我盯着定位的第60天，我将他进了单位的会议室，在里面待了2个小时才出来。
第二天又进到了会议室里，我勾了勾嘴角，这不又得人到我出马了吗？我立马打了个车，直奔他们单位而去。路上，我特地买了些蛋糕、奶茶什么的。等到了单位，我招呼着大家过来吃下午茶，因为买的比较多。前台小妹灵机一动，嫂子，要不我先给您放会议室去吧，待会我教他们自己去会议室里去。我擦了擦了额头的汗水，随意道，嗨，费那是干啥？一起叫过来，大家花10分钟，热热闹闹的吃个下午茶呗，就当放松放松了。前台小妹效率很高，没一会，乌泱乌泱的，有几十号人朝会议室这走来。我趁这个时候，用饭夹悄悄别开了会议室的门。里面2人此时正在信口上，隔着门都能听见里面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。看那些个整日闲着没事就爱八卦的人都到差不多了，我毫不犹豫地转开了会议室门把手，桌上的2人不着骗驴，正往我的楼在一起搞成人运动。推门进去的那一刻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王小丽尖叫一声，慌忙捂住自己的胸口。谢晚，陈薇瞳孔震惊，他连滚带爬的从王小丽身上下来，手忙脚乱拿衣服就给自己穿上。不过他爬下来时，下意识的一个抬手，把王小丽从桌上扫了下去。2厉声尖叫，王小丽整个人从桌上摔了下来，还磕了一嘴的血，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，她趴在地上，便光这个屁股动也动不得了。画面太美，不少人捂住脸，又透过指缝偷偷往里瞧。陈薇总算想起王小丽了，他手指颤抖着把王小丽的衣服拿过来，慌忙披在她身上。他嗓音颤得颤，谢婉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气急攻心，两眼一黑，向后倒去。众人惊呼，手忙脚乱的扶住我，又是掐人中，又是扇扇子，一时间会议室里要多乱有多乱。你们一个个不上班，堵在干什么呢？陈伟爸中气十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保洁阿姨只听见有人问，但没看清是谁在问，她顿时大声道，陈处长的儿子和外包的小王搞一起了，2人光溜溜的，身子还连在一块呢。陈伟爸又惊又动，脸色刷得下沉下来，上班时间看什么热闹，都干活去，但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没挪开。陈伟爸气急败坏，用劈头盖脸指着陈伟怒骂，狗改不了吃屎的东西，滚给我滚出去，老子的脸真是给你丢尽了。陈伟脸色煞白，爸都是他勾引我的，他把我叫到会议室里，脱衣服就扑上来，你胡说。王小丽脸色发白，是你说，你逼坏了，叫我去会议室里陪你，还说你每天晚上做梦都是和我一起。闭嘴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。陈伟爸表情几乎狰狞，够了，我拿出那封保证书，掩面哭泣，我受够了，我要和你离婚。之前听人家说你出轨的事，我选择相信你，上一次你被人堵在家里，你爸妈求我原谅你，我看他们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，我也就忍了，可保证书是你写的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人堵在床上，你叫我还怎么相信你。我捂住脸，眼泪从指缝中渗出，又带着几分苦涩，继续道，你挣的不如我多，咱妈却觉得我是贪着咱爸的钱才嫁的你，你在我运气时出轨，咱妈却觉得是我不能行妻子的义务，所以叫我别怪你，但我现在真是累了，是我一厢情愿喜欢了你这么久，我也该清醒了。周围人眼神意味深长，则好多次了呀。陈伟爸闭了闭眼，一脸恨铁不成钢，慈母多半是我们陈家对不起你。我苦笑，离婚吧。陈伟声泪俱下，不，我不离婚，不肯离婚是吧？我也不急。我新建立的微信号，把那天左邻右舍拍下来的照片和视频全部保存下来，又通过社交账号顺藤过瓜，找到王小丽他妈的微信号，统统给她发过去。王小丽他妈，你是谁？这什么意思？我回道，你甭管我是谁，照片里这男的是领导家的儿子，之前骗你女儿说会娶她，结果玩腻了，翻脸不认人了。他妈多大的领导？我很大很大。第二天一早，王小丽他妈就带着他弟杀到了陈伟他们单位楼下，他拉着一条大红色横幅，直接跪在了横幅底下，上面赫然写着朝三不四，天理不容。横幅挂上，王小丽他妈立马就哭上了。陈处长的儿子搞带了我女儿的肚子，现在翻脸不认人了，这可怎么办哟？可怜我女儿身子被那么多人看了的光，姑娘家的清白都被他给毁了，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我们乡下人无权无势。王小丽从人群里挤出来，脸上一整红一整白，妈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哪有怀孕？你快回去吧，这是我自己会解决的。哎呦，我的傻闺女哟，被人欺负了还不敢吱声。他妈一边哭天抢地，一边偷偷冲他挤眉弄眼，妈今天一定要替你讨个说法，不然就带着不走了。王小丽的弟弟长得又瘦又黑，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，听这话也跟着喊，对，把你们领导叫出来，不然我们不走了。他倒不是真为王小丽来伸张正义的，而是想着自家女儿要是真能嫁给单位领导的儿子，那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滋润不少。不说别的，起码给他弟准备一笔彩礼不算的难事。王小丽默默地缩回手，虽说他妈是为了弟弟的彩礼钱来的，可她也是真的想趁此机会嫁给陈伟。不知道是谁通知了陈伟爸，他从楼上下来，沉着脸上前道，这位女士有什么话我们进去说。王小丽他妈眼睛都不屑于抬，找你们领导来，我跟你们领导说，陈伟爸，我是陈伟的爸爸，这是你跟我谈最合适。王妈眼睛滴溜溜转了几圈，又嘿嘿道，那行，我要找的人就是你。我跟你说，也不知道他们几人在里面谈了什么。王妈出来时，口袋里都是鼓鼓囊囊的，应该是陈父给了不少钱。结果第二天，王妈又来了，还是原来的地方，还是相同的位置，来了就直接又跪下了。这次还带了个广播，一跪下，广播就开始循环播放，大致意思是陈家父子欺人太甚，毁了他女儿的清白，结果给点钱就想打发了。他们虽然穷，但不能任由当官的这样欺负。虽然他结过婚，但只要他愿意娶他女儿，他也能不计前嫌的接纳这个二手女婿。陈伟爸恼羞成怒，昨天不是谈的好好的，你们拉钱走人，
这事就算了。王妈脖子一梗，那昨天也不知道处长是这么大的官大。陈伟霸气的哆嗦，除了结婚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弥补小王的？王妈，没了，不结婚，我就一直在这站下去。陈伟霸气的脸色通红，他从陈伟丢下一句你自己看着办吧，便直接请了3天假。王妈也不是软柿子，广播声音越放越大，还有家里的喇叭，2公里开外都能听见王妈控诉的声音。就这样跪了2天，局长坐不住了，他亲自给陈伟爸打电话，你作为单位领导，当缩头乌龟也得看看是在什么场合吧，还有你那个儿子，处理不好家事的话，就先让他回家吧。陈伟爸羞得无地自容，明白了局长，我这就去解决。我一直嚷嚷的离婚，王妈又跪在单位门口1哭2闹3上吊，再加上陈伟爸天天黑着一张脸，让他把这事尽快了结了。迫于3方压力，陈伟心一横，给我发来离婚协议，又发消息到离婚可以，把当年给你的彩礼退还给我。我不要脸，他不肯退是吧？我就知道你就是冲我家的钱来的，不退我就告你去。我连夜整理的这些年的花销，又把他家所有亲戚、同事，还有共同好友、老师、同学，全都拉进了群里。我放上陈伟叫我退彩礼的聊天截图，诱导彩礼一共8万，婚后他逼我拿钱出来装修，共20万，给他买手机、电脑、衣服等3万，生活共同开销6万，产前生娃等花费2万。我也不占你便宜，后面2样我们，这么算，你还到欠我19万，赚钱吧。群里满满500人，消息发出去，刚开始还只有零星减发几个问号，随即群里热闹起来。靠，这么多年一直花女方收入，还口口声声说女方贪图他家钱，真是人丑多作怪，孩子都生了还要退彩礼，那不得跟他要点精神损失费？自己犯错在先，还这么理直气壮，真是吐了，怎么跟这种人做同事啊？他把跳出来艾特他，别动人现眼了，快把钱给小谢转过去。权力的议论还在继续，他又赶忙道，小谢，这次的是陈伟不对，我做父亲的替他向你道歉，你们那套婚房就当是弥补你的，以后每个月的抚养费肯定也不会少了你的，19万很快到账，我也不跟他再好了，密码和他去了民政局，离婚证到手后，我带着女儿搬进了婚房里，因为左邻右舍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事，每次看到我时都少不了跟我八卦，比如离婚后，陈伟爸就叫陈伟从单位辞职了，陈伟爸自己也办了提前退休，可惜了，在单位兢兢业业一辈子，本来还能再生一生，结果这么一闹，他自己也没脸再待下去了。之前周末时总喜欢在小区里遛鸟逗狗，现在连门都不出了。过了2年，又听说王小丽怀孕了。王小丽这下母凭子贵，她逼着陈伟领了结婚证，但这时又引来了不少人看笑话，她气得浑身哆嗦。回去后又大哭大闹立场，要求陈伟大操大办，把他娶回家，让他给自己证明。可大操大办需要钱，陈伟没钱的，他只能回去找他爸要钱。他爸气得一脚踹在他屁股上，怒骂畜生东西。现在同事、亲戚、街坊邻居，每个不知道咱家的丑事，你还要大操大办，你是脑子秀逗了，还是被门家了？你不要脸，脑子还要脸。最后还是没办得成，王小丽带了几件衣服就搬去了陈伟那里。为了养儿子，王小丽又逼他出去工作，可他高中都没毕业，什么也不会。不过小时候和他爷爷学过一点修自行车，于是只能在小区附近支援摊子。可不仅没什么人修自行车，谁见到他都捂着嘴偷笑，大家看到他都张口闭口阴阳怪气，叫他陈小处长。他羞红了脸，当即说了摊子，灰溜溜的回去了。结果王小丽嫌他没本事，又和他打了一架。没多久，我再成为朋友圈里的知，王小丽生了，跟上辈子一样，还是个儿子。我收起手机，不在意的笑笑，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的过着。转眼间，女儿盼盼读到6年级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事务具体，细心照顾着盼盼，她也很努力，品学兼优，年年3好学生。我也一直没再和陈伟见过面，因为有个儿子，他倒也没提出过要见盼盼一面。为了的清闲，只要每个月的抚养费不少就行。到了6年级出国考成绩的这天，学校通知家长去开个家长会。家长会后，老师把我单独留了下来，他赞叹道，谢盼盼真是个优秀的孩子，平时就很努力，这次的模考成绩尤为亮眼，现在就连9中都想盼盼免试入学呢。我心中一动，9中是民办第一，若是能上这所学校，相当于半条腿踏进了985大学的大门。他又道，但他们得知还有几所公办初中，也想提前招入盼盼，所以9中说了，有什么要求你们尽管提，他们能满足的一定会尽力去满足。我尽管在开心，可还是得尊重盼盼自己的意愿，便和老师道了谢，又说回去想一想再给回复，就先离开了。如果定年级时听见里面传来斥责声，一个老师正对着家长说教，陈涛天成绩不好也就算了，还拉帮结派，整天和高年级的人混在一起，专门去定年级内收保护费。现在班里那些家长都要求陈涛天换班，我们做老师的只能劝长，但你们做家长的是不是得管管？陈伟被训得面红耳赤，一旁王小丽点头哈腰的跟老师赔不是，理了儿子的耳朵要教训他，他儿子却这么拖开，大声吼了起来，还不是你们在外面瞎搞，现在谁不知道你们的臭名声，我同学都笑话我，我1秒都不想在学校再待下去了。他推开王小丽就往校门外面跑，陈伟想追过去，却被王小丽一把扯住衣领子，他状似疯魔的叫，你刚刚在看谁？你看到他是不是？你看他做什么？你是不是后悔了？陈伟涨红了脸，一把甩开他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有什么话不能回去说吗？不能。王小丽歇斯比利，啪啪给了他2巴掌。老师欲言又止，想劝一劝，最终还是进了教室。到家后，
盼盼还在写作业，我将9中的事情和他说了，他点点头，兴致缺缺的样子。手机缺在这时来的信息，是陈伟，我听老师说盼盼成绩不错，9中想优录他，那你们能不能跟学校提一提，给小天也留个名额，3年后能免试入学的那种。隔着碗买1送1呢，他儿子成绩全年级里倒数第1，还想借棒盘的光上9中，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他又发，要是你们不和学校提，那我自己去提，我是棒盘的父亲，我有这个权利。我气得咬牙，这么多年，他压根都没想这件棒盘一念，这时候需要他了，倒是想起来了，我轻嗤一声，没回他。可过了1个月，他就将我移植诉状高商法庭。法庭上，陈伟闷着头，一声不敢吭。倒是陈伟妈大放厥词，说这么多年没见着盼盼，她每天都在想他，现在女儿也到了能自己选择父母的年纪，她想把盼盼接走。她还提供了陈伟爸每个月退休工资的流水，以此证明能给他更好的生活。不要脸！我怒火中烧，女儿这么多年一天没离开过我，现在好不容易拉扯大的戏，我绝不允许她摘桃，盼盼也一定不会跟他爸走的。盼盼这时候却站了起来，他平静道，法官叔叔，我选择和爸爸一起生活。仿佛晴天霹雳，我脑子空了一瞬，不可思议的扬声，为什么？盼盼撇了撇嘴，爷爷退休金好高，他的房子还在学校附近，我跟着你，还得天天被你逼着学习，你们爷爷厉害，在学校被人欺负了，都没人帮我撑腰。再说，妈妈，9中是明白，你有那么多钱给我赌马。陈伟马乐的合不拢嘴，哎呦喂，不愧是咱陈家的大孙女，我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。你想清楚，你爸他自己有儿子，跟着他，你就毁了。谁知道呢？盼盼静静的看我一眼，这都是你想象出来的爸妈妈，你怎么能恶意揣度人呢？他又和法官郑重道，要是你们不把我判给我爸，我今天就从这里跳下去。我伤心欲绝，上辈子的无力感又铺天盖地的扑面而来，难道是我管教的太严？他早就烦了我了，难道历史要重演一遍？12、3岁的年纪，别的女孩子忙着追星看剧，他整日埋头学习，同学约他出去旅游过生日，他每次也都婉拒了。我经常叮嘱他要好好学习，要出人头地，因为我败过一次，我输不起。可现在想起来，是我逼得他太紧了，我确实没有考虑他的感受。他又转向陈伟，不疾不徐道，我知道，爸爸想让我把弟弟一起带进9中，这没有问题，我可以去和学校说，但我有个要求，爷爷必须给我买套房。王小丽拍案而起，你别太过分，这么多年，陈伟家一共就买了2套房子，都是大户型，一套是婚房，离婚时给了我，另一套他们自住。现在他们一大家子祖孙3代都同住在那套屋子里，以陈伟爸现在的退休工资和存款，恐怕也只将够再买一套的。要是给盼盼买了，陈涛天以后的婚房估计就没着落了。盼盼摇摇头，万一弟弟从9中顺利毕业，我爸再让我滚蛋，那我一点保障也没有。总而言之，现在是弟弟要张我的光，我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，没有安全感，要点保障不过分吧？不过分不过分。陈伟妈拍了拍王小丽的手，示意她稍安勿躁。她笑得合不拢嘴，不就是一套房子吗？买就是了，只要能让我大孙子上9中，一套房子算什么？他这话相当于一锤定音，法官自然将盼盼的抚养权判给了陈伟。当天，盼盼别收拾好东西，跟着陈伟离开了。女儿走了，我感觉天都塌了，我一无所有了。我以为我仰头白眼狼，痛哭了几天后，我开始全身心的扑到工作中。可盼盼却没忘了我，他叫陈伟爸，给他买了最新款的手机，隔3差5的在微信上给我发他的近况和照片。陈伟爸也按照承诺，买了套房子放在他名下，房子不大，但因为在学校附近，又是市中心的位置，所以也花了他一大笔钱。更奇怪的是，盼盼每个月还会按时给我打一大笔钱，我问他是什么钱，他也不说，就叫我收下。这样过了3年，中考时，他以全市第1的成绩考入了我们这最好的高中。分数出来的那天，他向法庭提交了诉状，请求变更抚养权。他说，他的亲生父亲经常联合后妈欺负他，叫他承包全部的家务活，做完家务，经常是晚上10点了，还要帮弟弟写作业辅导功课，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学习。他还开了社交平台的账号，同步直播抚养权变更的最新进度、中考状元、离异家庭、后妈这3个词条，一下子将他推向了话题中心。每天都有记者在陈伟珠的小区门口蹲着，见到他们出来就挤上去要采访，甚至有人对他们破口大骂。陈伟家顶不住舆论压力，统一把他的抚养权再交还到我这里。他把瞳孔放大，你说什么？你没把小天抱上去？盼盼笑得狡黠，你看我家务做多了，记性都差了。他把几乎是歇斯底里，那你现在去和学校说说，你是中考状元，学校一定会收了你弟弟的。盼盼无辜道，可是现在全国的人都知道我有个蠢货弟弟和坏后妈了，就算我去和学校说，学校也会觉得我是被你们逼的。再说了，9中那么好的学校，你觉得他们会顶着这么多的目光收一个废物进来吗？这3年他在家里的东西也不多，就一堆书，几件贴身的衣服，还有校服。书他不要了，贴身的衣服他嫌小了，校服他更是用不到了，他连个包也没带，就穿着那本房产证径直离开了那个家。在他离开家的那天，陈家爆发了世纪大战。陈涛天因为早早的把牛皮吹出去，大家都知道他要去9中了，现在没得去，被人笑掉了大牙。他的家里不吃不喝闹自杀，连原本能直升的学区的初中也不愿意上了。陈伟喝得酩酊大醉，破天荒的第一次动手打王小丽，不要脸的东西，就是你勾引我，害得我把这么好的日子过成了这样，你这个身子被千万人看过的婊子，当初我就不该上你的当。王小丽也不然大怒，跟他扭打在一起，你难道是什么好东西？谁又没见过你光身子的样子？老娘真是瞎了眼，嫁有你这么温暖废，1分钱没捞着，还被个死丫头耍得团团转。
他发起疯来不要命，抄起桌上的酒瓶就往陈伟头上砸，瞬间血从陈伟头上流下来，流得到处都是。陈伟妈刚好过来，看见这一幕，一下子吓晕了过去。等他再醒来的时候，陈伟失血过多倒在地上，王小丽却不见了踪影。他手忙脚乱地把陈伟送去医院，却在路上突然收到王小丽的信息：我走了，儿子送你了，务长。他不仅跑了，还把家里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偷了带走了。陈伟爸这才想起来报警，可警察说王小丽和陈伟是夫妻关系，老婆偷老公的钱不犯法。陈伟又将王小丽告上法庭，提起离婚诉讼并追回财产，可王小丽撒泼打滚就是没钱，陈伟一家也没办法，总不能把王小丽送到牢里去。毕竟王小丽坐了牢，他陈家的大孙子未来是会受影响的。多年的继续给潘潘买了房，平时的退休工资还以生活费的名义对潘潘要走了七七八八。孙子在家闹绝事不上学，孙女也跑了，陈伟爸一下子就气得中风了。出于人道主义，我带着潘潘去医院看望了他。昔日风光无限的陈处长此时躺在床上，任由人擦屎擦尿，他像枯树一般了无生机的躺在床上。见到盼盼的刹那，流出2行浑浊的泪。盼盼，这么多年是你爸对不起你，所以爷爷不怪你。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，爷爷现在这样也算是报应了。盼盼摇了摇头，上前体贴地握住他的手，爷爷，我从未怪过你，这一切都是爸爸的错。如果不是爸爸，你现在还是个大官，而且还是状元的爷爷，都是爸爸不靠谱。不过爷爷你放心，我会给你养老的，哪怕爸爸不管你，我都不会丢下你的。陈北巴心里暖暖的，感动极了，他紧紧握着盼盼的手，连说了几个好字，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还是盼盼好，还是盼盼好啊，这卡你拿去，里面是爷爷的退休工资，以后每个月还有进账，记得收好了，别叫你爸发现了，以后我不会再管你爸和你奶奶了，爷爷以后就靠着你了。盼牌家崩大老高，谢谢爷爷。出了医院，盼牌撇了撇嘴，死老头子，装得跟多无辜似的，其实就他最坏了，我才不会给他养老呢。去时，陈伟巴并不无辜，前世王小丽一个劲的欺负盼盼，他也没站出来说个不字，要不是他的大孙子不中用，他又怎么会多看盼盼一眼？想到这，我又讶异的看了盼盼一眼，10几岁的年纪，看得倒挺通透。对上我的目光，他又靠过来，紧紧的挽着我的手臂，像是生怕我不见了似的。我有些好笑，又有些欣慰。初中3年，他住在陈伟那里，不仅得了套房，还搞了不少钱。我大概算了算，光是存在我这的，怎么也有小20万。现在他爷爷的退休工资卡也被他搞来了，他摇身一变成小腹部，这些成呆，身无分文，托这个钟爱的废物儿子，只能靠着陈伟妈每个月1000多块的退休工资生活，每天长吁短叹，还要面对着整个人慢慢裂裂的老娘。他找过他爸，可他爸闭门不见，还口口声声要断绝关系，他只能又灰溜溜的回去，被儿子和老娘指着鼻子骂，日子过得要多糟糕，有多糟糕。他们这时候又靠近了些，他说，妈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跟爸爸，为什么会努力从他们的捞钱回来吗？为什么？我不解的问他，他调皮的勾了勾手，又附在我耳边低语，妈妈，因为我也重生了，全都完结。